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挪亚的燔祭。最近圣徒们一起追求在创世纪中挪亚全家借着方舟得救的经历。最使我好奇的是，当我读到挪亚一从方舟里出来，立刻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并且在坛上献上燔祭。耶和华神也因着燔祭怡爽的香气而满足。我问自己，挪亚在方舟里究竟经历了什么呢？究竟是什么激动了挪亚筑坛并且献上燔祭呢？燔祭又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怡爽的香气满足了神，让他恢复了和人生命的关系呢？虽然圣经中没有记载挪亚是如何度过在方舟里的日子，但是从他的这个举动，我们似乎可以读出挪亚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心路历程。看到方舟外的洪水，他一定百感交集。对于世人，他看见了人心对世代黑暗的无动于衷，对神和生命事物的鄙视弃绝。对于他自己，他也必定看见了自己的堕落，在极深的无助里寻找神，寻找人生的意义，来恢复和神的关系。我想，这个时候的挪亚一定深深地知道，他需要一个全新的起头，一个不属于旧世界，不属于肉体，一个胜过死亡复活的源头。挪亚出方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献祭。我相信这绝不是他的突发奇想。其实根据创世纪第4章的记载，人类的第二代亚伯就开始借着献祭渴望恢复与神的关系。亚伯的献祭如同一粒种子，从起初就埋在那里，而挪亚的献祭就是这个种子的延续。因着人的罪，挪亚认识了那条蒙神悦纳回到生命原子与神和好的路已经被永远封锁了。唯有借着一个绝对无瑕疵的祭物，才能满足神的意，再次打开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因此，为了与神和好，真实的恢复神与人的关系，挪亚信实地延续了亚伯的路，献上了那个绝对为着神的燔祭。这个燔祭散发出怡爽的香气，满足了神。基督是这个燔祭的实际，是他为我们成了燔祭，我们今日才能合法的经历并且献上基督，与神和好，真实的恢复神与人的关系。挪亚改变了，那个从旧世界里出来的挪亚，如今成了新造。他经过了洪水的审判，并借着洪水得救，他得着了一个全新的地位。借着向神献上燔祭，成为在复活的新世界中第一个宣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的人。何等感恩，我们有亚伯，我们有挪亚，因着他们所献上的，让这个燔祭的实际给我们经历，使我们可以绝对为着神而满足神。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预备了这样一条路，让我们不但可以得着救恩，更可以借着献上基督来满足神，完成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献上基督为燔祭，绝对为满足神而生活，成为使你舒爽的香气。
那个充满死亡的旧世界过去了，如今我们在复活的新世界里成了今日的挪亚。挪亚的燔祭今天成了我的燔祭。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